你好，我是力。最近几天这个迈阿密的比特币2022的这个大会啊，大家都从新闻上看到一些消息了嘛？那么可能最吸引人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新树立起来的这个雕像啊，叫比特公牛啊，竟然没有蛋。The fact that it's not anatomically correct, even though it's a robot bull, that doesn't bother you as the mayor of Miami, where you know. I can tell you, Miami, we have big balls. That's all I can tell you. 好，那么我们步入今天的正题啊，大家都看到题目了啊 ，PayPal 贝宝公司的这个联合创始人 Peter Thiel 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多次，他今年的这个比特币大会上的演讲呢，是备受各大媒体的这个追捧啊，但是很多媒体啊，因为是不太了解这个加密货币，所以在言辞上，在这个用词上啊，或者是在这个题目上，只关注了 Peter 说的啊，比特币的3大敌人，什么金融。老人政治啊等等，完全没有关注到 Peter 要表达的这个核心啊。我今天专门听了一下他在这个大会上的演讲的全部的内容啊，大概有20多分钟。那么他演讲的这个重点呢，是比特币还能涨100倍啊，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他的原话。那么他在演讲中啊阐述了为什么还没有到。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重点的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啊。那么他在这个演讲过程中啊，也多次提到了以太坊。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希望你能够先订阅再观看啊。怎么说，咱也算得上币圈的老韭菜了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呢，我近乎呢都是把自己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所有的这种思考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好，那么我们进入主题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位硅谷的投资大佬叫 Peter Thiel。可以看得出来，这位投资界的大佬呢。他就是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那么另一位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呢，就是狗狗币的亲爹马斯克。Peter 和马斯克早期在这个硅谷相爱相杀的故事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将来有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那么 Peter 呢，他本人呢，他投资了这个 SpaceX 以及 Facebook， 并且呢，出版了这个畅销书从零到一。从零到一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么在这次演讲中，我们看到 Peter 本人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研究呢，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们上次节目提到他参加一次采访，他说非常后悔呢，没有太早的去了解到比特币，以及自己买了太少的比特币那么这样的话术呢，我们大家自己也经常说到，也会听到各种大佬在说到那么这位大佬其实跟我们普通人的差别呢，可能只有那么0.几正是呢这0.几的差别。能够使他成为亿万富翁并且呢，在2018年之前，人家就买了，在当时就价值数亿美元的比特币。所以说他说买了太少，可能说他想买数百亿那么有钱人从来都是在发现机会之后精准出击，毫不犹豫。在 Peter 聊到比特币的时候，他将口袋里面这个现金呢扔向了观众，然后问大家钱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实物现金它是一种很诡异的玩意儿。他说这个实物现金它能储存价值吗？还是说只能够用来支付，或者是只是介于二者之间？那么这一段说的确实是那么目前这个实物现金确实是不能够储存价值了，原因呢就是货币大量的超发并且最关键的是目前任何一种央行发行的货币呢都是与黄金脱钩的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主要的国家的这个货币呢都是与黄金挂钩的大家看这张图片其中这个法国的法郎挂钩的时间是最长，达到了100年那么在这前后的100年里面集中出现了一批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医学经济和艺术的成就，这也就是历史上人们经常提到的美好年代。1914年政府全面控制了货币之后，货币与黄金脱钩，后来呢陆续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美元与黄金挂钩呢，最早呢是1879年在二战之后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美国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那么在这27年以及前面的那几十年里面这个美国的经济呢也是大幅度的在发展。那么之后全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了。那么为什么要提到黄金呢？因为这个黄金的稀有性化学稳定性以及产量和存量的一种恒定的关系这听起来这个非常的像比特币那么时间到了2022年的今天，全世界大部分的黄金呢都被政府给控制了，而且呢黄金它不易于携带和交易那么取而代之呢就只有比特币了目前黄金的总市值呢是12万亿。 Peter 认为总有一天比特币的市值会达到这个数值并超越，这也是
他提到比特币还能涨100倍的这个数学的基础，与黄金做对比啊，比特币表现出来的这个公开透明的属性啊，任何一个钱包的转账和比特币的数量啊都是公开的，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富人或者一个政府他到底持有多少的这个黄金，所以说比特币是比较诚实的啊。那么比特币的储值的功能啊，我在节目里面也是多次提到过啊。那么 Peter 也是同样的观点，但是 Peter 跟我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能起到支付功能的呢是以太坊。如果拿黄金类比这个比特币的话，那么以太坊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Visa 的支付系统。以太坊比 Visa 的转账速度呢是更快更有效，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以太坊转账的这个 gas fee 啊太高了。如果能够降低 gas fee， 那将是非常完美的。那么说到这儿，我真希望这个 Peter 来看看我的频道啊。那么他应该被科普一下狗狗币啊，狗狗币转账手续费比这个以太坊低很多很多。那么我也希望这个伊隆马斯克，他跟伊隆马斯克如果多聊聊，可能会更了解一些啊。那么 Peter 说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呢，就是比特币光谱中的两个极端呢啊，比特币一个是储值，另一个就是支付。所以 Peter 说了这么多，那么为什么比特币还没有到10万或者是100万美元呢？那么他提到这里啊，就是说比特币呢就像一场运动一样，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阻止比特币的这种老人金融政治啊。那么他列举了下面的这几个人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投资偶像沃伦巴菲特，第二个就是这个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啊，和这个贝莱德首席执行官啊拉里芬克啊，那么是比特币的敌人，他将这3个人统称为这个老年政治啊，反对他所描述的这种加密货币的运动啊，并且补充说巴菲特是头号敌人。那么 Peter Thiel 说啊，比特币从现在开始上涨10倍、100倍啊，如果说啊，那么这帮人就会被涨服。目前这个法币经济的这种高通胀、高监管、高税收啊，从某个方面呢讲，这个法币呢它已经是破产了，而比特币呢永远不会被任何一个政府所控制。所以说啊，这是比特币的价值啊，就是被严重低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以上呢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 Peter 的言论啊。那么我自己在这个法币与黄金挂钩那一块多增加了一些科普啊。那么至于会不会像 Peter 所讲的这个比特币再涨100倍呢？我自己呢，我本人呢是相信的。当然了，我的观点呢仅供大家参考啊。任何一个大佬大 V 的观点也都是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去学习一下，去独立思考一下。那么这次比特币大会啊，来了非常多的大佬啊，那个有这个木头姐啊，有这个Michael Saylor 啊，我将会抽时间啊，将各位大佬的这种精彩的言论然后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其实呢就是2个电报群啊，一个是这个免费的，我之前是公开过的之前很多朋友也都在里面另一个就是收费呢，这个收费群里面这个会员群啊，就是群内会推荐一些暴涨的币，一些好的项目。那么这2个群的链接呢，都是在视频的下方，欢迎大家进行进群探讨讨论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大家点赞、转发、加关注，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